凡人修仙传星海飞驰篇乱星海 F4 魅力解析。除韩立外，这3位反派为何圈粉无数？在凡人修仙传动画的众多篇章中，星海飞驰篇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存在。这一篇章不仅将故事舞台从熟悉的天南拓展到广袤无垠、危机四伏的乱星海，更让主角韩立的修仙之路迎来了质的飞跃。而除了一路升级打怪、步步为营的主角韩立外，温天仁、风息、玄谷上人3位角色凭借着立体丰满的刻画、鲜明独特的性格以及充满宿命感的剧情线，成功出圈，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喜爱。网友们更是亲切地将这4位人气角色戏称为星海四帅乱星海 F4， 成为乱星海篇章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今天我们就深入走进这4位角色的世界，探寻他们各自的魅力所在。相较于传统修仙作品中扁平化的配角设定，凡人修仙传动画对星海飞驰篇的这3位非主角角色进行了大量的细节补充与性格打磨，让他们不再是推动主角成长的工具人，而是拥有自己的追求、执念与无奈的鲜活个体。正是这种有血有肉的塑造，让他们能够跨越主角光环的笼罩，成为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形象。第一个韩立，逆境求生的修仙孤狼，乱星海的崛起之主。作为凡人修仙传的绝对主角，韩立的核心魅力从来都不在于天赋异禀，而在于逆天改命的坚韧与清醒。在星海飞驰篇开启之前，韩立的命运早已被打上了身不由己的烙印。彼时他所在的虚国原著为越国，遭到魔道大军的猛烈入侵，修仙界秩序崩塌，生灵涂炭。而他所属的宗门黄风谷在强敌压境之际，为了保全自身核心实力，做出了最残酷的决定，将包括韩立在内的大批低阶弟子当作弃子，放弃救援。在宗门的冷漠与外界的战火双重压迫下，韩立没有坐以待毙，他凭借着远超常人的冷静与果断，抓住了唯一的生机，借助宗门秘藏的上古传送阵，孤身远遁乱星海。这一决策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跨越，更是他修仙之路的重要转折点。如果说在虚国的岁月，韩立更多是在夹缝中求生存，那么乱星海的历练则让他真正开始主动掌控命运。乱星海的环境远比天南恶劣，这里没有统一的秩序，弱肉强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。元婴修士遍地走，结丹修士如同过江之鲫。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，为韩立提供了绝佳的成长土壤。在这里，他凭借着小心谨慎的行事风格、层出不穷的底牌以及过人的机缘，成功突破瓶颈，结丹成功，正是跻身乱星海的中流砥柱之列。而真正让他在乱星海站稳脚跟的是虚天殿一行。虚天殿作为古修士遗留的秘境，蕴藏着无数天才地宝与上古功法，是所有修士趋之若鹜的宝地。韩立在虚天殿中历经重重险境，不仅收获了大量修炼资源，更得到了诸多逆天机缘，实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。也是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与乱星海 F4 的另外3位成员相继产生交集。他暗算风息三妖，夺走风雷翅，从此拥有了顶尖的风遁神通。他与温天仁展开生死博弈，棋逢对手。他与玄谷上人短暂合作，又因利益冲突反目成仇。在乱星海的历练中，韩立的孤狼属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从不轻易相信他人，凡事都以自身利益为首要考量，但在关键时刻又有着自己的底线与原则。他战温天仁是为了守护元瑶，捍卫自身利益；他入阴冥之地是为了寻找生机，突破困境。最终他重回天南，已是脱胎换骨，实力大增。乱星海不仅让韩立获得了巨大的修为提升和海量的修炼资源，更磨砺了他的心性，让他从一个被迫逃亡的宗门弃子，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、掌控自身命运的修仙强者。韩立的魅力就在于他的真实，他没有主角的圣母心，却有着普通人在逆境中挣扎求生的坚韧。他不够完美，却足够鲜活，让观众能够在他的成长之路中看到自己的影子。二玄谷上人，悲情枭雄的宿命轮回，魔道巨擘的末路悲歌。在乱星海 F4 中，玄谷上人绝对是最具悲情色彩的一位，也是被动画改编后魅力提升最显著的角色。他本名萧刹，并非天生的魔道修士，而是曾经一统乱星海一方疆域，创立玄阴岛及后来极阴岛的前身的一代枭雄，更是乱星海屈指可数的元婴期魔道巨擘。玄谷上人修炼的是魔道顶尖功法玄阴经，这份功法不仅威力无穷，更需要修炼者拥有极强的天赋与心性。能够将这份功法修炼至元婴期，足以见得玄谷上人的实力与才情。在他的巅峰时期，玄阴岛是乱星海最具影响力的势力之一，他本人更是无数修士敬畏的存在。但是命运的残酷就在于，最信任的人往往会带来最致命的伤害。玄谷上人最终栽在了自己最器重的2位亲传弟子极阴与极炫手中。极阴与极炫觊觎玄谷上人的修为与功法，暗中勾结，趁玄谷上人修炼关键时刻发动偷袭，将他重创后封印于一处古修士遗迹之中。这一封印不仅让玄谷上人失去了肉身，更让他从云端跌落泥潭。但作为曾经的魔道巨擘，玄谷上人并未就此湮灭。为了复仇，
为了重获新生，他毅然转修轨道，以灵魂形态苟延残喘，等待着复仇的时机。这份隐忍与执念让玄谷上人的形象瞬间立体起来，他不再是单纯的魔道反派，而是一位被背叛、被伤害，在绝境中坚守复仇信念的悲情人物。韩立的出现成为了玄谷上人复仇之路上的意外变量。他看中了韩立的潜力与心性，更看中了韩立身边的驱魂这具绝佳的夺舍容器。于是他与韩立达成了短暂的合作协议，一同进入虚天殿。在虚天殿中，两人联手杀死了同为魔道修士的乌丑，玄谷上人更是成功融合了修罗圣火，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。但是合作的基础始终是利益。当玄谷上人认为韩立已经失去利用价值，且担心自己转修轨道的秘密被泄露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对韩立痛下杀手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韩立的实力与底牌远超他的预期。最终，玄谷上人不仅没能成功复仇，反而在与韩立的对决中败下阵来，落得个魂飞魄散的结局。动画对玄谷上人的改编更是让他的悲情色彩拉满。动画不仅丰富了他被背叛的细节，更强化了他对道的追求与对命运的抗争。这种虽为魔道却有傲骨，虽处绝境却不低头的特质，让玄谷上人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同情与喜爱。甚至官方都察觉到了他的人气，已经在筹备以他为主角的衍生作品《玄谷传》，这也足以证明玄谷上人这一角色的塑造有多成功。三风息，孤傲桀骜的风之霸主，野心勃勃的羽族枭雄。如果说玄谷上人的魅力在于悲情，那么风息的魅力就在于孤傲与桀骜。作为乱星海的9级妖修，风息的本体是烈风兽，天生就掌控着风属性神通，擅长风遁之术，速度之快在乱星海难逢敌手。9级妖修的实力让风息拥有了骄傲的资本，他性格孤傲，不屑于与其他修士同流合污，更不相信所谓的合作，只信奉自身的实力。风息与韩立的交集源于他对韩立木属性灵力的觊觎。当时风息正在炼制一件名为风雷翅的至宝，这件至宝能够极大的提升他的风遁速度与战斗力，而炼制风雷翅恰好需要纯净的木属性灵力作为辅助。韩立的木属性灵力纯净且醇厚，正是风息所需要的最佳材料。于是风息凭借着绝对的实力优势，强迫韩立帮助他炼制风雷翅。在风息看来，这只是强者对弱者的合理支配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栽在这个看似弱小的人类修士手中。韩立表面上顺从风息，暗中却在寻找反击的机会。他利用炼制风雷翅的过程，不断熟悉风息的神通与弱点，最终在风雷翅炼制成功的关键时刻突然发难，暗算风息三妖，成功夺走了风雷翅。这一次失利成为了风息一生的耻辱。他孤傲的性格让他无法接受自己被一个弱小修士暗算的事实，这份执念也成为了他最终的催命符。动画对风息的改编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物形象，除了保留他孤傲桀骜的核心性格外，动画还为他增加了野心家的设定。风息不仅想要提升自身实力，更想要统领羽族，在乱星海获得更高的地位与话语权。这份野心让风息的行为逻辑更加清晰，也让他的形象更加丰满。他不再是单纯的好战妖修，而是一位有着明确目标与追求的羽族枭雄。他的孤傲与桀骜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，他的野心与抱负是对更高地位的追求。这种纯粹的强者逻辑让风息的角色极具张力。多年后，当韩立返回乱星海时，实力早已今非昔比。此时的风息虽然也有所成长，但与韩立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。最终，韩立在乱星海的又一次历练中，将风息与同样实力强大的金蛟王一同击杀，彻底了结了当年的恩怨。风息的一生是强者的一生，也是孤傲的一生。他为了实力不择手段，为了野心奋力拼搏，最终却败在了自己最不屑的弱小修士手中。这种充满宿命感的结局，让风息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，也让观众为这位风之霸主的落幕感到惋惜。四温天人，身不由己的傀儡少主，挣扎求生的天才修士。在乱星海 F4 中，温天人的角色设定最为复杂，也最具矛盾感。他出身显赫，是乱星海最大的反叛组织逆星盟的少主，同时也是魔道巨擘6道极圣的传人。结丹巅峰的修为，天赋出众的资质，再加上8门金光镜仿制瓶等强大法宝的加持，让温天人成为了乱星海年轻一代修士中的佼佼者。但是，这份天之骄子的光环背后，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无奈。温天人的性格骄纵自傲，这与他的出身和实力密不可分，但他的骄纵中又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脆弱。动画对温天人的改编让他的矛盾感更加突出。动画设定温天人疑似为6道极圣的傀儡，他的身体与灵魂都被6道极圣掌控，最终难逃被6道极圣吞噬的命运。这份身不由己的宿命让温天人的骄纵变得格外讽刺。他越是天赋出众，越是实力强大，就越难摆脱被吞噬的结局。温天人与韩立的冲突源于一场意外的邂逅。他垂涎紫灵仙子的美色，某次携紫灵仙子外出考察鬼物的规律，却恰好遇到了正在为元瑶护法的韩立。对于温天人来说，韩立只是一个挡路的蝼蚁，
他本想随手解决，却没想到韩立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期。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法，最终陷入僵持。就在此时，乱星海最危险的自然灾害之一鬼雾突然来袭，两人来不及继续争斗，双双被吸入了凶险万分的阴冥之地。阴冥之地危机四伏，到处都是致命的瘴气与强大的阴魂。温天仁与韩立为了生存，不得不暂时放下恩怨，各自艰难求生。数月后，两人在攀爬暴风山山腰时再次相遇。此时的两人都已历经磨难，实力有所损耗，但仇恨并未消散。最终，韩立凭借着更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更坚韧的意志，以精妙的武功将温天仁杀死，彻底解决了这一隐患。温天仁的一生是天才的悲剧，他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出身、天赋与实力，却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他骄纵自傲的外表下，是对被吞噬命运的恐惧与不甘。他一直在暗中寻找摆脱六道极盛控制的方法，却始终未能成功。这种努力挣脱宿命却最终失败的无力感，让温天仁的角色充满了悲剧色彩，也让观众对他产生了复杂的情感，既反感他的骄纵与残忍，又同情他的身不由己与悲惨结局。从韩立的坚韧清醒到玄谷上人的悲情执念，从风息的孤傲桀骜到温天仁的矛盾挣扎，乱星海 F4 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。他们不再是传统修仙作品中非黑即白的扁平角色，而是有着自己的追求、执念、优点与缺点的鲜活个体。动画对这些角色的精心打磨与改编，让他们的形象更加丰满，性格更加鲜明，也让星海飞驰篇成为了凡人修仙传动画中最经典的篇章之一。这4位角色的人气之所以如此之高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强大、形象帅气，更因为他们的故事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。韩立的逆境求生，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的力量；玄谷上人的悲情遭遇，让我们感受到了背叛的残酷与宿命的无奈；风息的孤傲桀骜，让我们看到了强者对尊严的坚守；温天仁的身不由己，让我们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与挣扎的意义。以上就是星海 F4 的全部故事了。这4位人气角色，每一位都有着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。那么，在这4位角色中，你更喜欢谁呢？是坚韧清醒的韩立，是悲情执念的玄谷上人，是孤傲桀骜的风息，还是矛盾挣扎的温天仁？你觉得谁的人物塑造最成功，谁最有魅力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